大家好，特朗普想控制格陵蘭，搬出來的理由很牽強。中國及俄羅斯軍艦正在包圍格陵蘭島，美國迫切需要保證自己的國家安全，所以需要格陵蘭島。昨天，奧地利德語媒體標準報刊登了一篇關於所謂中國在北極的實際活動的文章，大家看看是否有違特朗普搖旗吶喊之嫌。我們看看該報道。中國在北極的實際活動情況。據唐納德·特朗普稱，中國軍艦正在格陵蘭島周圍游移。然而，這個亞洲的世界大國目前尚未達到這種程度。不過，它確實已逐步發展成為北極地區的一個重要行為體。看配圖，自21世紀初以來，中國在斯瓦爾巴群島上運營着一座科研站，在格陵蘭則沒有中國的基礎設施。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涉及美國在西半球主導地位的問題上，總是迅速覺察威脅，因此他很快點名俄羅斯和中國，稱兩國軍艦已在格陵蘭周邊活動，意圖攫取這塊資源豐富的島嶼的一部分。他表示，只有美國能夠保護格陵蘭免受這些敵人的威脅，因此格陵蘭成為美國的一部分才是合乎邏輯的。然而，哥本哈根方面和軍事專家迅速澄清，事實上，格陵蘭周圍並不存在俄羅斯或中國的軍艦。丹麥國防學院的雅各布森上周在接受標準報採訪時表示，北京目前根本沒有能力派遣軍事裝備到當地，但他補充說，至少現在還沒有，因為專家預計，在未來5到10年內，中國將具備派遣潛艇和軍艦在該地區活動的能力。雅各布森還指出，如果俄羅斯將其北極港口提供給中國，以幫助中方完善相關技術，這時間點甚至可能提前。而這種通道對中國至關重要，儘管中國本身並不瀕臨北冰洋水域。2018年，中國在一份白皮書中自稱為近北極國家，並聲稱對北極地區擁有合法利益，這利益基於當地的礦產、自然資源和稀土資源。此外，也關乎對該區域基本通道的掌控。由於全球變暖，未來幾年北極將開闢新的海上航道。目前可通航的西北航道沿格陵蘭和北美，和北方航道沿挪威和俄羅斯之外，未來還將出現一條穿越中部更為便捷的核心航道。極地絲綢之路，目前中國主要使用北方航道，但北京有意使其選項多元化。在這一戰略中，格陵蘭對北京也具有決定性意義。該島位於中國所稱的極地絲綢之路沿線，而極地絲綢之路本身又是“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部分，即中國構想的一個由公路、鐵路和港口組成的全球網絡。然而，儘管中國在北極地區付出了諸多努力，卻一再遭遇挫折。在全球範圍內，特朗普的首要目標正是阻止中國獲得通往戰略關鍵節點的通道。在美洲，這尤其體現在巴拿馬運河的通行權上。特朗普對此採取了強硬路線。在其第2任期開始，美國總統便施壓，要求將運河入口和出口處2個原由一家香港企業運營的重要港口重新置於美國控制之下。他對格陵蘭的圖謀也出於類似目的，即阻止中國進入西北航道。因此，在這些地緣政治熱點地區，超級大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利益相互交織，彼此重疊。20天而非40天的航程。無論如何，中國軍方已在為未來在北極的行動做準備。去年，一艘中國潛艇首次成功在北極實施了載人深潛作業。2023年10月，一艘中國貨輪試航北極航線，將貨物從中國東南部的舟山運往英國，並繼續前往波蘭和德國。儘管途中遭遇風暴，該貨輪仍在20天內抵達目的地。相比之下，經好望角和蘇伊士運河的傳統航線通常需要40至50天。專家們認為，中國通過此類行動正在收集該地區的數據，以備未來在該區域開展行動之需。例如，要確保潛艇在北極安全，尤其是不被覺察的航行，必須精確掌握海底地形信息。專家認為，
自21世紀初以來，北京試圖在該地區立足。2004年，中國在挪威斯瓦爾巴群島設立了首個極地科考站——黃河站。此後，挪威一直密切關注中國在當地的一舉一動。2024年，挪威安全局警告稱，中國對斯瓦爾巴的興趣顯著增強。中方相關行為體曾多次試圖收購島上的多個設施和建築。去年，斯瓦爾巴大學出於安全考慮，最終拒絕了中國學生入學。中國在格陵蘭遭遇的挫折，中國曾希望參與格陵蘭的多個項目，但這些計劃始終未能實現。2023年5月，格陵蘭經濟與礦產部長納亞·拿塔尼爾森在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指出，中國企業僅持有2個已停滯項目的小部分股權。中國本可在2021年通過開採克瓦內菲伊爾德的稀土資源取得重大突破。該項目隸屬於澳大利亞礦業公司 Energy Transition Minerals， 而中國企業盛和資源則持有該公司股份。然而，由於當時格陵蘭政府更迭，新政府上台後對該項目實施了鈾礦開採禁令，導致整個項目被叫停。儘管如此，納塔尼爾森在5月仍表示，如果歐洲與北美不對格陵蘭礦業進行大規模投資，格陵蘭將考慮與中國加強合作。畢竟，中國目前已經是格陵蘭漁業最重要的出口市場。此外，今年3月，格陵蘭外交部長維維安·莫斯菲爾特在接受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採訪時明確表示，中國對我們非常重要，我們有興趣深化雙方合作，而這種合作正是唐納德·特朗普試圖阻止的。好，我們接着看評論。第一條評論，文章說，據唐納德·特朗普稱，中國軍艦正在格陵蘭周圍游移。然後這位網友評論道，那又怎樣？船只在國際水域本就可以自由航行。我真心希望某些人的誇張言論至少別再被當回事了。用一句俏皮話說的就是連被無視都不配。什麼最讓自戀者和行為異常者惱火？一個微笑，一個帶着玩味的眼神，然後徹底無視。呵呵呵。看跟帖，在西方軍艦穿越台灣海峽時，中國也總是顯得頗為不滿。再往下，中國和俄羅斯不過是美國想要格陵蘭的借口罷了。特朗普此舉是為了他的好友兼金主彼得·蒂爾。蒂爾早在2024年就曾前往格陵蘭，試圖收購該地，但被格陵蘭人直接回絕，讓他拿來的回拿去。下一則，中國對格陵蘭感興趣是一個絕對的誤解。實際上，俄羅斯的削弱使其在地緣政治上嚴重依賴中國，中國由此在俄羅斯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美國也清楚這一點，因此希望盡快將俄羅斯從中國的俄制中解救出來，哪怕以犧牲歐洲為代價。最可怕的場景是，中國掌控北方航道，並在俄羅斯北極島嶼部署傳感器與軍民兩用系統，由此獲得的信息優勢將是巨大的，包括實時傳感數據、實時比對，甚至實時目標鎖定等能力。這正是美國極力要阻止的。因此，美國試圖通過控制格陵蘭來掌握北方航道的出口節點。為此，美國需要完全的主權控制，不願再與丹麥就此進行任何協商。北約已瀕臨終結。繼續往下，讓他們轉去吧。貓鼠遊戲很重要。我不相信中國或俄羅斯會進攻歐盟或北約。看跟帖。不，但中國會進攻俄羅斯，並吞併西伯利亞。他們之所以在北極進行演練，正是為此目的。還看跟帖啊，他們根本沒必要這麼做。歐洲真正的敵人在華盛頓特區。下一則，只要特朗普及其這幫人還在美國掌權，我認為他們對北極，進而對整個地球的威脅，已絲毫不亞於中國人。兩者之間如今已難分伯仲。德國知識點評，朋友們啊，看到這句話，我咬牙切齒。真的，歐洲人對中國有莫名其妙的仇恨。但是大家知道啊，歷史上是歐洲人給中國人帶來了災難與殺戮，而不是反過來。那麼
應該是中國人仇恨歐洲人才對，你們說呢？好，繼續往下。特朗普關心的只是格陵蘭的礦產資源，他想親自從中分一杯羹，就像在委內瑞拉那樣。我們繼續。所有這些北極沙盤遊戲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幾乎與格陵蘭毫無關係。通往北極的主要通道，要麼是位於俄羅斯和阿拉斯加之間的白令海峽，要麼是經由挪威的巴倫支海。當然，北極在軍事和經濟上正變得越來越重要，而格陵蘭與斯瓦爾巴群島之間某處的替代航線也並非完全無足輕重。此外，美軍對空軍基地從來都是多多益善。但這類事務本應屬於傳統聯盟議題，特朗普在此提出的內容恐怕只能用他個人的心理狀態來解釋了。下一則，不，並非如此。現實是，俄羅斯仍只是一個地區性強國，而中國是這個星球上的世界強國，這是事實。繼續往下，乾脆把格陵蘭直接改名為愛潑斯坦島。特朗普肯定就再也不想佔領它了。再往下看啊，格陵蘭距離美國約2500公里，那麼所謂中國軍艦就真的對美國安全構成威脅了嗎？照此邏輯，所有部署在東亞的美國軍艦同樣也對中國的安全構成威脅。那也請寫一篇報道，好好講講美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危及了中國的安全。下一則。願我們今日領受例行公事般的籌劃儀式，就像我們早已原諒唐納德那套帝國主義的舊夢。阿門。再往下，等到地球的石油被抽乾時，特朗普會是多大年紀？莫非他真以為自己能萬萬歲？特朗普只想要戰爭，因為戰爭時期就不會有選舉。至於是在自己國家還是在格陵蘭開戰，他根本不在乎。下一則。報道中說，特朗普在全球的首要目標是阻止中國獲得通往戰略關鍵節點的通道。然後這位網友說，其實特朗普只在乎格陵蘭的稀土資源，他自己也這麼說過，就像他對委內瑞拉石油的態度一樣，他打算親自管理並出售這些資源，不是代表美國，而是為他個人。下一則，讀到這樣的評論，不禁讓人質疑。歐洲國家如此輕率地允許中國進入戰略要地，是否太過天真？中國正有計劃地在全球收購基礎設施，並自稱為近北極國家。挪威允許中國在北極島嶼上設立科考站。格陵蘭也曾幾乎向中資背景的企業授予礦產勘探權。難道我們對中國制造的產品依賴得還不夠深嗎？美國對此感到擔憂，也就不足為奇了。早在奧巴馬時期，美國就已將戰略重心轉向中國和亞太地區。當然，人們也清楚，這些問題本可以在北約框架內解決，根本無需吞併格陵蘭。繼續往下，我倒是很想知道，這裡還有沒有誰覺得中國人在不在那兒根本無所謂？而且尤其會問一句，為什麼他們就不能在那裡？我雖算不上什麼中國的鐵粉，但對那些粗鄙的美國人也實在喜歡不起來。要不這樣，乾脆讓奧地利去宣稱主權好了。我是說，咱們也該重新強大起來了。再往下，為什麼讀這篇文章時，我總覺得特朗普對格陵蘭的幻想突然被合理化了？我們是不是該做好準備，等着馮德萊恩之流再次退讓，真讓美國以為我們好的名義吞併格陵蘭？專家們認為，中國通過這些行為正在收集該地區的數據，以便為未來在該區域的行為做準備，是嗎？那到底是誰家的專家？他們憑什麼斷言那些邪惡的中國人現在雖然還沒動手，但幾年後就一定會在那裡搞什麼行動？看跟帖，100%同意，真是暖心啊！那些所謂專家和評論員拼命試圖粉飾美國的侵略性政策，而特朗普本人其實根本不需要這種掩飾。再往下，慾望的不對稱。中國想利用東北航道，那又怎樣？那不過是一條貿易航線，而且離格陵蘭相當遙遠。
中國曾試圖在格陵蘭推進經濟項目，那又怎樣？格陵蘭說了不，中國也就此作罷。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有權向他國提出合作提議。如果美國真有興趣，大可向格陵蘭提供一個更具吸引力、純粹經濟性質的合作方案。但美國真正想要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征服。而中國從未以任何姿態暗示過此類意圖。咱們看最後一條評論。萬一特朗普只是在為美國退出北約後確保對格陵蘭的直接控制做準備呢？或許這正是特朗普戰略的真正方向。所謂沙盤遊戲，歐洲劃歸俄羅斯勢力範圍，亞洲歸屬中國，而北美和南美則由美國霸佔。好的，朋友們，本期節目到此結束。看來有的網友頭腦還是清醒的。這篇文章的作者可能是在為美國搖旗吶喊，為美國控制格陵蘭島故意帶風向。唉，真的不得不佩服美國遠程養殖術啊。好的，那就到這裡，感謝各位，我們下期見。